在大帅府的门口有一个张学良将军的雕像，上面写着1901年到2001年，整整活了100年啊。张作霖是1928年的6月份被日本关东军埋的炸药，他坐火车时候被炸死了嘛。28年，然后张学良接了张作霖的班儿，当时张学良还不到30岁啊。我忽然之间就想起我们现在的最强80后了，跟张学良一样，也是不到30岁就接了老爸的班，当了老大了，人生赢家呀。想想咱们现在30岁在干嘛呢？还在为了买车买房，每天焦头烂额呢，是吧？真是没法比呀。参观完大帅府了，这个是东北王张作霖，他的大帅府啊，张学良也在这办公呢。大帅府旁边就是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小别墅。赵一荻因为在他家排行老4，所以叫赵四小姐。这个别墅啊，是张学良的大老婆，买下来给这个赵一荻住的啊。进去参观一下。赵一荻故居，这里面是会客室，外面这是一个舞厅啊，跳舞。看看这个地方，这里面还有钢琴呢。皮沙发，看一下赵一荻的简介啊，俗称赵四小姐，1929年到1931年，她住在这里。这个楼是张学良的大老婆于凤至买下，然后装修好了，让这个赵一荻搬过来住啊。这个大房夫人心胸宽广啊，整个楼是欧式建筑，也有中国传统的。中西结合的，去2楼看一下。2楼一上来是一个大的空间，看看这个装饰啊。先去这个客厅看一下，它这个别墅啊都是欧式建筑，你看这个吊灯，还有窗户，还有这些家具，这些沙发。全都是欧洲的那种感觉，很洋气啊。那还有打字机呢，那个年代都用上这个了。看看它的卧室啊，哇，这个卧室非常典雅，很雅致啊。还有这个皮沙发呢，这边是梳妆台。后面是卫生间，这是一个中式的灯笼，床头灯，中西合璧啊。从这个窗户口能看到大帅府的那个大门，一墙之隔啊。张学良和赵一荻呢，其实相差了12岁，他们是在一个舞会上认识的，当时俩人跳了一支舞，然后就心生好感，互相的一见钟情了啊。当时张学良已经结婚了，但是赵一荻呢还没有结婚。赵一荻他们家呢其实挺反对这件事的，因为张学良他们家是豪门，然后你嫁进去呢也没有什么名分。但是赵一荻不管那么多，他就是喜欢张学良，然后就无怨无悔的追随在他跟前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然后一直到36年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，扣押了蒋介石，然后逼蒋介石抗日。然后呢，张学良亲自开着飞机送蒋介石回到南京，然后一回到南京呢，张学良就被蒋扣住了，然后就软禁，软禁了一直到1900年，张学良才获得自由。这中间你想，有50、60年的时间啊，一直都被软禁。这期间呢，只有赵一荻陪在他身边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！几十年时间陪在他身边，照顾他。哎呀，太感人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大连，这个是大连的旅顺啊。看我身后这个是什么？溥仪楼。哇塞，这个小别墅当时末代皇帝溥仪在这里住过啊。那边呢还有一个婉容楼，婉容就是末代的皇后嘛。
溥仪在1930几年的时候在这里住过，当时这里呢已经被日本给占领了。溥仪不是在这里成立了什么伪满洲国吗？现在呢，这里杂草丛生，已经是荒废了啊。这个地方呢也被拦起来了，铁丝网啊，进不去了，比较遗憾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小花园啊，这里是独栋别墅。然后这个花园其实不是很大，那边呢是大海。我往这边顺着走啊，看那边能不能进去啊。从那边转过来啊，转过来，这里是个后花园。这个拐角的地方修了一个凉亭，这是后花园的门，现在铁丝网也围着呢。从这里能看到里面啊，中间一条路，两边都是杂草丛生，一看就是没有人管理啊。这边像是一个度假村酒店一样，现在也是关门了。我在这里说话还有回音呢，这么漂亮的楼都没有人住。其实从这里也可以进去，你看，但是我就不敢进去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荒废的这种感觉，哇，我怕闹鬼故事啊，去里面万一蹦出个僵尸来，穿着这个清朝的服装那种的，哇，我在这种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在这里。算了，我就不进去了啊，不打扰这个末代皇帝了。这个地方感觉荒废了很久了啊，你看这四周围的建筑啊，也全都是没有人，都是空的。你看这个房子，这些杂草丛生啊，这么漂亮的房子没有人住。还有这边这三层小楼，这后面还有副楼，全都没有人住。这个房间看起来还可以啊，这个铝合金门窗呀，这个外观看着还挺新的。这边还有停车位，这都硬化过这个路面。看溥仪那个小花园出来，正对的就是这里。你看现在都上着锁了，这楼房里都没有人住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都空的呢。这边就是大海了，从这台阶下去啊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溥仪当时的情况啊，在那个别墅里面住，然后来这边遛弯，顺着这个坡呢就下去，在海边可能游泳啊什么的啊。这就是失去权力以后闲云野鹤的日子，他肯定很落寞啊，很寂寞。想起以前在紫禁城那么风光，到这里以后这么凄凉，身边只有一个婉容陪着他。这边是溥仪楼，隔着一条马路啊，对面就是婉容楼。就这个小别墅啊，这个婉容楼是开放的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里杂草丛生啊，森林很茂盛啊，这里一代皇后啊。啊，这四周围呢是走廊，从这往里看一下，啥也看不到，反正是。这里有个简介啊，婉容楼，31年11月，溥仪被日本关东军诱骗，撇下皇后婉容，独秘密离开天津，到达营口，然后到达旅顺，成为日本人的笼中鸟。婉容得知溥仪去向，最后被川岛芳子也拐骗到这个地方了啊。这就是婉容住的地方了，一个小别墅，2层小楼啊，下面是杂物间。他住在这个2层，3层那里是一个小的阁楼，比较简单，周围都是树林啊。来这里看看也挺不错的，了解一下历史。我望着脚下的影子，像在流浪。那川流不息的人们，如此的匆忙。可能都已经习惯用力的把自己伪装，一切那么自然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大连啊，今天参观一下这个旅顺日俄监狱的旧址。这个地方是俄国人现在在修建的监狱啊，然后日本占领这里以后，它又扩建了。咱们进去参观一下啊，见证历史的地方。它这个监狱的布局是这样的，从这里办公楼进来以后，这里是三岔路口嘛。向东是东牢房，这边是中牢房，这边是西牢房，都汇聚在这个地方啊。这边就是一些绞刑啊、医务室这些地方，后面是他们劳动干活的地方。这里边是这样的，中间一个通道，左右两边都是牢房，然后上下有3层呢，在这个每一层的中间都开的这个缝隙，可以从上面都能看到的啊，这3层从这中间都能看到的。看一下这牢房里面是什么样的。这一个牢房11到15平米，然后要关押7、8个人，比较小啊，特别挤。每个房间都差不多的。这个里面呢，夏天特别热啊，然后冬天特别冷，冬天的时候没有暖气。在东北这边都冻死了，冬天。夏天也很潮，也很热啊。这是一个3排牢房的交汇口啊，站在这个位置，可以同时看到左边这个牢房，中间这边的，还有右边这边的，同时能看到3个方向的。可以从这上面往下看一下啊。站在这楼上也能看到楼下的那个情况。这里面这么多牢房，但是最特殊的呢，就是这间牢房。它旁边这个呢，就是看守室，把它单独关在这里，就是单独关押，重点看守啊。有什么特殊的呢？因为这个牢房关过朝鲜的那个安重根。安重根是谁呢？他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当时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，所以他被逮捕了以后就关到这个监狱里了。他是朝鲜人啊。看这边呢，这边也是牢房，然后都是半地下的啊，这个，然后这里一共有3层。现在去这个半地下室这边的牢房看一下，沿着这个通道过去啊。哇，这里要低头。这里面都是差不多的，这上面也是有3层的。这里面有个暗牢，看一下。这就是刚才那个地下的那个牢房，这边是一个暗牢，关押重刑犯的啊，里面空间特别的小啊，只能从这里观察。然后看一下里面，就是这么小啊。暗牢用来关押严重违反狱规和敢于反抗斗争的被关押者。这里面潮湿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墙上仅有一个供看守监视用的内大外小的圆形观察孔，就是这个孔，从这里观察里面。哇，关到里面真是不见天日啊！一共有4间。监狱参观完了啊，我再讲一点这个大连和旅顺的历史啊，历史背景。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个中日甲午战争啊，清政府是输了，然后日本打赢了，清政府签了一个马关条约，在条约里面呢，就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了。那日本就得了非常大的好处，对吧？又赔了他钱，又割了这么多地给他。但是有的国家就不愿意了啊，以俄国为首的俄国、德国、法国3国干涉还辽，因为你日本独占了这块地以后，其他国家就占不到好处了。尤其是这个俄罗斯，他最反对这件事啊，那他就联合了德国、法国，然后强制要求日本把这块地归还给清政府，就是3国干涉还辽。那么最后清政府呢，等于又花了一笔钱，把这块地等于买回来了，啊，这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为什么他们要3国干涉还辽呢？
因为俄国人早就垂涎三尺这块地呢，他不愿意让日本独占便宜啊，所以1900年的时候，俄国就占领了这个地方了。占领了这里以后，他就开始兴建了现在的监狱啊。那么又过了几年呢，日本的军力增长得非常快。当时日本呢已经吞并了朝鲜了，他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吞并中国。但是呢，俄国人捷足先登，他们已经占领了这块地盘了，那么他就挡住了日本的路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时候呢，不可避免的，日本和俄国就发生战争了。在咱们的土地上，他们两个国家打起来了，这就叫日俄战争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日本打赢了啊，然后这块地呢，就日本开始统治这里，然后在俄国修建的这个监狱的基础上开始扩建成现在的规模。那么这块土地一直到45年日本投降，然后又回到我们中国的怀抱啊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日本和俄国在咱们的地盘上打起来了，清政府呢就跟没看见一样啊，随你们打吧。这叫什么事儿呢？对不对？这可见这个清政府在当时多么腐败。这就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。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日本啊，日本当时的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盛，先是打败中国，然后又打败俄国，这都是传统意义上两个强大的对手啊，都被日本打败了。你看一个小小的日本，接连打败两个大块头，所以他这个野心膨胀到什么地方，是吧？好了，不扯远了啊，就是这样，简简单单的梳理一下这个过程。好，大家看完了帮我点个赞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沈阳，这个是沈阳的皇姑屯事件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事件。这个博物馆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半开放啊，周一闭馆，其他时间可以来。咱们进去参观一下。已经参观完了。这个博物馆里面呢，完整的记录了当时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啊，非常详细。在这个院子里有复制的，这是复制的啊，当年的这个场景。一列火车经过这里，经过这个交叉路的时候啊，这是2条火车轨道的交叉路。在这个桥墩子这里被炸药给炸了。看这个火车被炸的啊，稀巴烂了。看看火车内部，这都是复制的，不是当时的那个火车啊。根据当时的那个照片啊，还有历史资料，在这里重新展示的。这个地方是京沈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汇处嘛，上面一条铁轨，下面一条铁轨。他就在这个交叉路口被日本人装的炸药炸死了。我有个问题就挺好奇的啊，日本人怎么知道他几点几分火车会经过这里？说明呢，他的这个行程啊已经被人家窃取了，他身边肯定有内奸或者是有特务。只有知道了他的精确时间，他们才能安装炸药，是吧？这个情报工作啊，肯定有疏忽的地方，让人家知道的这么清楚。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当时的经过啊，就是1928年6月3号的晚上11点多，张作霖呢从北京坐上火车返回沈阳，到24号凌晨的5点23分钟的时候，就走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被日本预先埋的炸药就给炸了火车。爆炸发生以后呢，当时张学良被炸出车厢外面来了啊，他被甩出来了，但是当时并没有去世，只是奄奄一息。然后这边的人呢，就赶紧把他送回了大帅府。这是5点多发生的事，然后到9点多的时候，他就在大帅府去世了啊。这一共是有4个多钟头，没有抢救过来。当时张学良不在这边啊，张学良在天津呢。然后发生这件事以后呢，日本人就去大帅府探望他，就是间谍，就看看张作霖有没有被炸死。当时呢，张作霖的5夫人啊，还有其他一些人呢，就是说秘而不发伤，就是假装他没有死，然后骗过了这些间谍，就是怕日本人趁乱啊，然后他们想夺取这边。
就是谎称大帅没有死，然后稳定局势。等张学良18号返回这里的时候，20号张学良接过他爸的班儿，21号的时候才对外公布说是张作霖去世了。你想想，这个中间过了多少天？从6月4号到21号，17天过去了，是吧？等张学良接了班以后，才公布的这个去世的消息。这个呢，就是整个这个事件的经过啊。然后大家可以来这边了解一下历史，参观一下，是免费的啊，刷身份证就可以了。但是比较遗憾的呢，就是张学良28年接的班，31年呢就爆发了918事变。张学良呢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就撤出东北了啊，这个比较遗憾。现在到了沈阳故宫了，进去参观一下。从大清门一进来，正对面的这个就是皇太极建的皇宫，那边是他爸爸努尔哈赤建的，那边是乾隆建的。咱们按照这个顺序，先去他爸建的那个地方看啊。这里有一个沈阳故宫的游览图，我们先对着这个图看一下整体情况啊。整个这个沈阳故宫分为3部分，西边、中间还有东边。东边这个是努尔哈赤的宫殿啊，这是满清的创始人清太祖。然后中间这个宫殿是皇太极建立的，是第2任皇帝。左边这个是乾隆建立的啊，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东中西这个格局了。其中皇太极这个啊，永福宫就是孝庄皇后住的地方，这个宫殿就是那个叫啥？现在到了故宫最右边这个宫殿了，这里就是满清最初的样子啊。努尔哈赤建立的这个地方，努尔哈赤是满清的创建者，他开始是统一女真各部，然后创建了8旗制度，然后建立了后金政权。这时候他们还不叫大清啊，他们叫后金。大清是他儿子皇太极改的名字。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努尔哈赤和他们的8旗开会议政的地方。努尔哈赤就在最中间这个主殿上，这两边呢是8旗的每一期一个亭子，一共是8个亭子，然后再加上最前面呢左右各有一个左翼王旗和右翼王旗，所以一共是10个亭子。8旗是用颜色来区分的啊，那边有红色、黄色、白色和蓝色，每一个颜色有2个旗，正好是8旗。这个是正白旗亭，正白旗就是他儿子皇太极，皇太极是正白旗的旗主，最后是皇太极继承了这个努尔哈赤的位置嘛。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奠定了清朝发展的基础啊。然后努尔哈赤是1916年创建的后金，然后1926年他就死了。1926年他儿子正白旗旗主皇太极继承了位置。参观完那边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的宫殿啊，然后来这个清朝第2任皇帝皇太极的宫殿，走近看一下，看一下皇太极坐的宝座啊，正大光明匾，黄金打造的宝座。这个大殿是平时皇帝上朝的地方啊，议论国事。然后大殿的后面就是后宫，皇后和那些妃子们住的地方。从这个侧门进去啊，主门现在没有开。到了这个大殿的后面了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广场，后面是凤凰楼。凤凰楼里面都是后宫住的地方，像那些皇后和妃子们住的地方。这和故宫的那个太和广场很像啊。后面是后宫住的地方，前面是皇帝办公上朝的地方。现在去他这个后宫们住的地方看一下。从凤凰楼过来就到了后宫了啊，看一下后宫就这么大，正对面的就是皇后住的地方。这边这个呢，就是皇太极最喜欢的妃子海兰珠住的地方。这个啊，这就是孝庄太后住的地方。可以看到这些后宫的
佳丽3000啊，都住在这同一个院子里面，而且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单独住一个房间，就一共只有5间房，其他的那些嫔妃呀、妃子都挤在这个东西配房里面，就相当于集体宿舍一样。先去看一下这个孝庄太后住的地方，就是这里面啊。这里好像是烧火的，还有那个还有锅呢。房间不是很大呀。那个孝庄太后生下福临嘛，福临就是在这个地方生的啊。后来福临出家去了。看，崇德3年，顺治帝福临降生于此宫，就是这里面啊，就这张床上，后面还有婴儿床呢，就那个摇篮。看一下那个海兰珠住的地方吧，斜对面这个就是啊，海兰珠是皇太极最喜欢的妃子。皇太极最后是怎么死的呢？因为这个海兰珠死了以后，海兰珠的孩子先死了，然后海兰珠特别伤心，然后他不久也就死了，然后皇太极也特别伤心，因为太喜欢这个妃子了，接连的他丧子，然后丧妻，最后他心情被打击了，最后去皇后的这个宫殿看一下。这是正宫皇后住的地方啊。这个宫殿就比其他的宫殿要大一点。沿着这4周有一圈炕，这有2个做饭的大锅，他们是在房间里做饭吗？皇太极就在这个里面去世的啊，从外面玻璃看一下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院子的情况，特别小。看一下皇太极最后去世的这个地方，他就是在这张炕上面去世的。他白天还在处理政务，晚上时候突然就猝死了。也有人说是多尔衮害的啊，但是现在谁也说不明白，史书上也没记载，他的死因是个谜。这就是整个皇太极宫殿的情况了。看完努尔哈赤和这个皇太极的宫殿，最西边有一个乾隆建的，那个就不用去了，因为来这边的故宫主要就是看这个满清创建初期的那个活动轨迹啊。那个乾隆的是后建的，就是凑数的，就不用去了。其实清朝这2个皇帝啊，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关外，都没有进山海关以内呢啊。充其量他们只是地方政权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进了关内，入主中原的呢？看我下个视频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沈阳故宫啊。上个视频带大家看了这个故宫的布局，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讲一点点野史啊，讲点有意思的东西，主要是讲一下这个清朝前期这几个皇帝的故事啊。先要从这个努尔哈赤开始讲起。努尔哈赤是这个清朝的创建人啊。努尔哈赤的开局只有13副铠甲，是他祖上留下来的。看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白手起家，打下一片江山。这个努尔哈赤呢，非常的厉害啊。金庸先生评价他说，他是自成吉思汗以来400年间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。这个军事天才首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，然后创立了8旗制度，然后在1616年的时候呢，建立了后金政权。后金就是大清的前身啊。然后呢，他在1626年的时候突然间就死了。至于死因是什么呢？现在是个谜。有人说是被袁崇焕的大炮给炸死了。这个努尔哈赤死的特别突然，关键是他死的时候他也没有指定说谁来接他的班，他有很多儿子的啊。也有野史说是他传位给那个多尔衮了，但是当时多尔衮才14岁啊。
那个皇太极呢30多岁了，而且皇太极呢跟随他征战多年，非常有打仗经验，还掌握的兵权。那你说这个14岁的儿子能干过这个30多岁的儿子吗？所以说顺理成章的啊，这个皇太极呢就接着他的位置了。而且事实证明，这个皇太极非常的厉害，也特别能打。这个皇太极他确实也是雄才大略，他一心呢想要打进山海关，入主中原，然后他就一直不停的在关外打，然后清除入关的各种障碍，终于啊把各种障碍都清除完了，这个入关的各种条件都具备了。满清是1644年入关的，但是在1643年的时候，这个皇太极突然就死了，死因不明啊。就是他下午还在那儿批阅奏章，还上朝呢啊，然后晚上的时候突然就死了，猝死。有几种说法啊，说是他最喜欢的妃子那个海兰珠死了，他很伤心啊，然后打仗呢也非常心力交瘁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是多尔衮害死他了啊，反正很多种说法。现在他的死因是个谜，最关键的就是他死得太快了，也没有指定谁来接班。这个时候有2种选择，一个是他的儿子豪格，还有一个就是多尔衮嘛。多尔衮心里肯定在想，我当时年龄小那个实力不够，你抢了我的位置，现在你死了，是不是该我做皇帝了？多尔衮这么想，是不是也合情合理啊？而且他们满洲人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哥哥死了，这个嫂子要嫁给弟弟。然后这个孝庄太后就嫁给多尔衮了啊。然后孝庄太后有个儿子叫做福临，最后孝庄太后呢，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啊，就让他儿子福临做了皇帝了。他儿子当时6岁嘛，因为6岁的福临当皇帝威胁不到多尔衮和这个豪格，所以多尔衮当摄政王，实际上权力还在他这里。这个顺治呢，只是当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啊。其实，在1644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。满清这边呢是顺治接了皇太极的位置，那么在明朝那边呢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入北京，这个崇祯皇帝就上吊死了啊，这个明朝就完了。同一年呢，这个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又投降了满清，然后带领满清攻打李自成。因为当时顺治是傀儡皇帝嘛，实际上就是多尔衮掌权，然后吴三桂投降了多尔衮，带领着他们入主中原，所以这个顺治皇帝也是第一个入主中原的皇帝，但他是第3个大清的皇帝啊。其实这个顺治皇帝啊，他当皇帝也非常的不开心。事业上呢，你是傀儡皇帝，你说的都不算啊，权力在别人手里呢。爱情上呢，他喜欢的是董鄂妃，但是他这个皇后啊，是政治婚姻，是孝庄给他找的一个蒙古族的姑娘。顺治皇帝就想废掉以前那个皇后啊，立他喜欢的董鄂妃为皇后，但是孝庄太后和多尔衮肯定不能同意啊，对吧？你顺治是没有权利的，所以你说的这些呢也不顶用。所以顺治在当了几年皇帝以后呢，就是郁郁寡欢啊，然后他也看破红尘了。在这个董鄂妃死了以后啊，他就出家当和尚去了，去五台山了啊。关键是他出家就出家吧，他也没有指定说谁来接他的班儿。你看清朝这个皇帝啊，每一个皇帝都不指定说谁是下一个接班人。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了，是康熙接着他的班了。康熙为什么能接他的班呢？因为康熙也不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也不是长子啊，就是因为康熙得过天花，然后治愈了。因为得过天花就有了免疫了嘛，以后再也不会得了。其他的皇子没有得过，就是万一叛逆继承了以后，你得个天花又死掉了，这个政权又不稳定了啊。所以康熙得了天花，就选定他当皇帝了。然后孝庄呢又辅佐康熙啊，然后又有了后面鳌拜的那些事情，那个我们就都了解了吧。通过这几件事得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啊，就是清朝前面这几个皇帝有几个共同的毛病，就是特别多情，就是他们会钟情于某一个人，然后这个妃子死了以后，他们就特别伤心，伤心欲绝，最后就真的挂掉了。
第二个事就是，他们死的时候都不指定下一任接任者是谁，所以他们死了以后，后面的人呢就争权夺利啊，对政权不稳定。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时的清朝真的是人才辈出，每一个接任者能力都非常强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清朝前几任皇帝的故事啊。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，帮我点个赞，拜拜。